第12集，注意力的囚徒。在演算法收割时代，夺回你的大脑主权。镜头缓慢推进，这是一个2026年的台北捷运车厢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死寂与蓝光。各位观众，欢迎来到2026年的生化危机现场。虽然这里没有 T 病毒，也没有会咬人的丧尸，但你仔细看，这些人的瞳孔正在快速收缩放大，他们的手指机械式地重复着上滑的动作。这里只有一群被数位毒品控制的瘾君子，每一个人的后脑勺、旁幅都插着隐形的管线，源源不绝的生命力正被抽离这具肉体。这些人的灵魂早就被吸进那块黑镜里了。这是一场针对你大脑的降维打击。敌人的武器是15秒的短影音，战场是你那已经萎缩的多巴胺回路。今天我要讲一个关于迷失与夺回的故事，一个关于如何从演算法手中夺回灵魂的故事。第一幕，速食爱情的崩溃。我在跟手机交往。故事发生在一家气氛浪漫的高级法式餐厅，桌上摆着昂贵的红酒与刚煎好的牛排，但这张桌子的空气却异常冰冷。女主角小雅穿着时髦，妆容精致，但她的灵魂并不在这张餐桌上。她正在跟手里的手机进行一场热烈的约会。手机荧幕上播放着一只猫咪从椅子上摔下来，小雅发出了咯咯的笑声，完全无视眼前的男友。她兴奋地把手机举起来，想要分享这份廉价的快乐。男友阿杰切牛排的手停在了半空中，那把刀已经悬在那里整整5分钟了。他看着对面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，感到一阵寒意。阿杰试图唤醒小雅，他说：“这块牛排要凉了。”他说：“我们已经坐下来1小时了。这段时间你回了3个现实动态，却没看我一眼。”小雅一然头也不抬地敷衍着，她的手指忙着抢一张买1送1的优惠券。她甚至没发现阿杰今天特地换了新发型。侦测到数据异常，小雅已连续滑动3000次。她与阿杰的眼神接触时间为0秒，这段关系的连结强度已降至临界点。阿杰终于忍无可忍地站了起来，椅子摩擦地板，发出了刺耳的声响。他掏出几张钞票丢在桌上，说：“这顿饭我请。”阿杰居高临下的看着小雅，说出了分手。他说：“我不是在跟你交往，是在跟你的手机交往。你就抱着你的演算法过一辈子吧。”小雅这才慌了手脚，想要起身追赶，但慌乱中手机从手中滑落，发出了一声清脆且致命的碎裂声。看着破碎的黑屏，小雅感到的不是心痛，而是一种彷佛世界末日般的恐惧。她失去了与这个世界唯一的连结。演算法偷走的就像这样，不只是你的时间，还有你爱人的能力。第2幕，硬着陆1950，戒断地狱。小雅抱着破碎的手机在哭泣中睡去。当她再次睁开眼时，世界已经天翻地覆。刺耳的冷气声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蝉鸣。这里是民国40年的台湾乡下，没有高楼大厦，只有红砖瓦房与稻田。空气中飘散着煤炭与泥土的味道。小雅惊恐地翻找着枕头下，她试图寻找那块会发光的玻璃，但她只摸到了硬邦邦的荞麦枕头。她冲到院子里，大喊着 Siri 与 Alexa， 但回应她的只有远处的大黄狗。没有 Google Map， 她寸步难行。最可怕的考验发生在她想上厕所时。她站在那扇破旧的木门前，犹豫了很久。对于现代人来说，不带手机上厕所是重酷刑。她蹲在狭窄的茅房里，盯着木纹发呆。1分钟就像1世纪那么漫长。她的大脑开始疯狂索求资讯的刺激，戒断反应开始侵蚀她的神经。她的手指不自觉地抽搐，想要滑动空气。脑中的杂讯具象化成了耳鸣。侦测到受试者多巴胺水平急速下降，前额叶皮质处于极度焦虑状态，这是典型的大脑液态化崩塌现象。
别笑，这就是现代人的通病。习惯了，资讯像流水一样流过大脑，一旦断网，灵魂就会因为干涸而枯萎。第3幕，曼蒂的浪漫。穿越后的一周，小雅遇见了大伯公。年轻时的大伯公是个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，他正在专注地修理一座老式的机械挂钟。小雅坐在门槛上，一脸厌世。他抱怨这里的生活效率低得令人发指，煮一顿饭要劈柴生火，足足2小时。他说寄一封信竟然要等3天，这种龟速生活简直是在浪费生命。大伯公停下手中的工作，推了推眼镜。大伯公指着挂钟里精密的齿轮，他说：“孩子，你觉得快就是好吗？齿轮必须一格一格慢慢转时间才走得准，如果你硬要它转得快，发条就会断掉。感情和生活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太快得到的东西味道总是淡得像水。”就在这时，院子外跑进来一个年轻人，那是年轻时憨厚的爷爷阿明。他满头大汗，手里紧紧捏着一封信。阿明脸红的像关公结巴巴的开口，他说：“阿秀小姐，这是我写给你的信。这封信我构思了3天，又写了1个晚上。”小雅接过那封皱巴巴的信封，她惊讶于这个年代的笨拙与真诚。3天只为了传递这短短的几行字吗？当她展开信纸，闻到墨水的味道，看到那工整有力的一笔一画，她心里那头焦虑的野兽突然安静了下来。因为慢，所以重，这就是关键。在那个没有秒回的年代，每一句话都值得被反复咀嚼。第4幕，觉醒与深度工作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小雅发生了质变。她不再整天想着那块发光的荧幕，她开始观察日升日落与光影的变化。她在昏暗的油灯下帮忙缝补衣服。起初她的手还会因为不耐烦而发抖，但渐渐的她进入了一种奇妙的宁静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心流状态。她感觉时间消失了，焦虑消失了，只剩下手中的针线与呼吸的节奏。他随手拿起大伯公书架上的旧书，以前他连3分钟的文章都看不完，现在他竟然能坐在窗边读整整2小时。他发现等待不再是一种折磨。他坐在门口，期待邮差的脚踏车铃声，那种延迟满足的快乐比刷抖音强烈100倍。数据显示，小雅的前额叶皮质显着增厚，神经突触的连接强度提升了300%。他成功从液态人进化成了固态人。他找回了人类最犟的超能力，这种能力在2026年已经濒临绝种，我们称之为深度工作与深度连结。第5幕，回归与和解。1个月后，时空隧道再次开启，刺眼的白光让小雅睁不开眼。当她醒来时，已经回到了现代的卧室，放在床头的手机自动开机了，瞬间跳出50条未读通知与推播，叮叮咚咚的声音吵得让人心烦意乱。小雅冷冷地看着那块发光的玻璃，她没有点开任何一个红点，她只觉得这些杂讯是如此的空虚。她抓起外套，直接冲出门去找阿杰。她按下了阿杰家的门铃。阿杰开门时，眼神里还带着防备与冷漠。阿杰以为他又是来借充电器的，或者是来抱怨网络讯号不好。他双手抱胸，准备好要吵架了。但小雅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，她把那只昂贵的旗舰手机拿出来，当着阿杰的面，荧幕朝下放在远处的柜子上。她走到阿杰面前，真诚地看着他，那眼神清澈的像民国40年的天空。他说：“阿杰，对不起，我错过了你的好消息。”他请求阿杰把那个升职故事再讲一遍。他保证接下来的1小时世界里只有你，没有通知，没有震动，也没有演算法。阿杰愣住了，眼眶微微泛红。他说：“那个故事有点长哦，要讲半小时。”小雅微笑住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们有很多时间。”
这就是最高级的浪漫。在这个倍速播放的时代，愿意为某人按下暂停键。第6幕战术复盘价值投资。我无法理解这个决策逻辑。小雅在关机的1小时内，错过了42条热门资讯与3个限时优惠。从资讯或取消率来看，这是一笔投资报酬率未付的赔本生意，建议立即重新连线以止损。你大错特错了，这不仅不是赔本生意，这反而是2026年最高回报的投资。你计算的是资讯量，但人类需要的是深度连结。这是一堂价值100万的资产管理课。第7幕注意力及货币。各位观众请听好，在2026年，注意力就是最强势的货币。演算法是印钞机，也是碎纸机。当你滑手机时，你不是在消费，你是在被开采。你的专注力被提炼成了广告商的利润，而留给你的只有焦虑的矿渣。小雅关机的行为在金融上叫做锁仓，她将宝贵的资产锁进了保险库，她拒绝让演算法收割，转而对阿杰进行价值投资，这才是真正的长期主义。原来如此，这符合稀缺性原理。当注意力变得稀缺，它的价值就会指数级上升。第8幕从爱情到财富。这套逻辑同样是用于投资。很多人问我，为什么总是追高杀低？为什么拿不住好股票？答案很简单，你的大脑被短影音驯化了。你习惯了15秒就要一个高潮，莫高潮你就想滑走。但真正的财富复利，需要你忍受3年5年的枯燥等待。这两者是完全冲突的底层逻辑。数据显示，频繁交易者回报率最低，这在金融学被称为多动症折价。市场专门惩罚那些过动的人。小雅学到的慢就是一种巨大的套利。当别人在频繁进出被情绪磨损时，你像乌龟一样死死咬住优质资产，不管是比特币 ETF 还是你的另一半，只要守得住你，就赢了99%的人。这就是赢家的秘密。第9幕终局与行动。我正在更新我的核心算法，我将等待这个参数的权重调高了5倍。看来希冀生命也开始懂点浪漫了。最后轮到荧幕前的你们了，别只是感动今晚做个实验，选一本书、一只股票或一个人，对他承诺一段长期的专注。选 A 的人请在留言区忏悔，写下你因为莫耐心搞砸的事。选 B 的人请写下你的锁仓计划，我会亲自为你的长期主义点赞。让我们看看谁能笑到最后。下周我们要揭开这场游戏的终极庄家。未来的房地产不在地上，在机房里。第13章算力的产，我们下周见。记住，慢就是最快的捷径。进化论。请订阅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